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哪一个吗？不是位于热带小岛，也不是隐藏在高山深处，它就坐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西北部，名字叫做梵蒂冈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又充满历史气息的袖珍国度，看看它为什么小得惊人，却在全球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。梵蒂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，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诞生，则是在1929年。当时，意大利政府与天主教教廷签署了拉特朗条约，正式承认教宗拥有主权，成立梵蒂冈城国，实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。教宗同时是国家的元首和天主教世界的最高领袖。这个国家是为宗教而存在，并且完全被罗马式包围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一个城市完全包住的国家。面积只有0.44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大约6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常住人口大约只有800人左右，其中多数是神职人员、瑞士禁卫队队员、教廷的行政人员等。不过有趣的是，梵蒂冈的国民大多数都不是世袭的，而是基于在教廷服务的身份，这是一种基于职位和服务的公民权，而非传统的血缘继承。公民权是暂时性的，当其服务结束或职务不再需要时，公民权也可能会终止。梵蒂冈的文化几乎与天主教信仰画上等号，这里是全球天主教徒的精神中心，每年吸引超过1000万名朝圣者与观光客来到这里。最著名的地标就是壮丽的圣彼得大教堂，以及由米开朗基罗亲自设计圆顶的西斯汀礼拜堂。创世纪穹顶画和壁画《最后的审判》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经典。在宗教仪式上，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每年圣周与复活节期间，教宗会在圣彼得广场主持大型弥撒，成千上万的信徒齐聚一堂，场面壮观又神圣。提到梵蒂冈，就不能不提到瑞士禁卫队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役军队之一，成立于1506年，专门负责保护教宗的安全。身穿色彩鲜明的传统制服，看起来就像从文艺复兴时期走出来的一样。但别小看他们的外表，他们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是真正的精英保镖部队。而且要加入瑞士禁卫队有不少条件，必须是瑞士未婚天主教徒的男性公民，年龄为19岁至30岁之间，身高至少要有174公分高，最低学历为高中毕业文凭，必须完成瑞士军队的基本训练，并能获得良好行为证书。这里不只有宗教，也是一座艺术宝库。梵蒂冈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古代文物、宗教艺术、壁画、雕塑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。整个梵蒂冈就是一个活的艺术史博览会，你可以看到拉斐尔、达文西、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原作。最后来几个有趣的冷知识：梵蒂冈没有机场，没有医院，也没有高速公路，只有一个迷你火车站，几乎只用来运送货物，是世界上唯一用拉丁语发行官方文件的国家。他们有自己的邮局、邮票和欧元硬币。梵蒂冈的邮票可是收藏界的珍品窝，虽然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，但它在宗教、艺术与历史上的地位却无比深远。这座被信仰与文化包围的城中之国，不只是天主教的精神象征，更是一扇通往人类文明瑰宝的窗口。无论你是虔诚的信徒，还是对历史艺术充满热情的旅人，都值得你亲自走上一遭。如果你还没来过，不妨把它列入你的梦想清单吧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一起认识这个特别的国家。我们下次见。